我不是重病在医院里，快不行了吗？这里是……这是重生了，回到了80年代。我26岁，结婚的第4年。上辈子我把所有的钱和好都用在了那些狼心狗肺的人身上，唯独亏欠你们母女。妈，这是又来要钱了。国强啊，吃了没？还没呢。国强啊，你大哥那边刚盖好房子，还欠了不少账，你手里那钱先借给你大哥应应急吧。妈，那钱我有用。有用？你有啥用？我打算把咱家这屋子修一修。您看这屋顶到处漏风漏雨，冬天到了，素梅和2个孩子受不了。哎呀，这屋子将就住呗。你大哥急用钱，先紧着他嘛，等以后他宽裕了再还你。大哥又不是小孩，还没自立，我自己有家要顾，他的事让他自己想办法去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那是你亲大哥。老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什么眼神这是？按理说我都这么好声好气了，他不该小心翼翼的讨好我吗？国强，你退伍回来的时候部队给了安置费，你又干了这么长时间的活，拿点钱帮帮你大哥怎么了？以前不都是这样吗？安置费，妈您是记性不好吗？老三结婚彩礼家具酒席可全都是我出的钱，当初也是您来找我要的，说还，现在呢他还了吗？上个月您还从我这儿拿了50，说要交公粮。上个月爹说腰疼去县城看病，又拿走100，当我这儿有金山吗？妈，我家的日子您也不是看不见，您看看我们吃的什么。素梅从过年到现在没添过一件新衣裳，静静穿的鞋还是去年做的，底子磨穿了。微微才1岁，正是要营养的时候，我们连奶粉都买不起。不是我不愿意帮大哥，是真帮不了。妈，您回去吧。大哥家缺钱，我也缺，让他自己想想办法吧。国强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没吃错药，就是想明白了。国强，你今天是咋了？你以前可从来不管家里有求必应。素梅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家的东西谁也不给，谁也甭想从咱们家拿走1分钱1粒粮食。素梅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总想着帮衬这个帮衬那个，却委屈了你和孩子们。从今天起，我改，咱们家的日子咱们自己过，谁也别想再占咱们家1分便宜。二哥，忙啥呢？没看见吗？劈柴。二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最近在镇上找了个活，给人跑运输，1个月能挣40多块，但是吧，人家要押金，得先交200块，我手里头紧，想跟你借点。上一世老三也是这么来的，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，我信了，把手里最后那点钱都掏了出来，结果老三拿了钱，转头就去给徐青青买了块手表。没钱。二哥，你说啥？我说没钱。你结婚时借的那300，啥时候还？二哥，你这话说的，那300不是借的，是当初你答应帮我的。我说的是借。老三，你记错了。二哥，你今天是不是跟妈也这么说话的？妈回去气得不行，说你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没变，就是想明白了些事儿。老三，你24了，不是小孩子了，该自己挣钱自己花了，别总想着从别人手里拿，得学会自己挣。行，二哥，你行，你等着吧。国强，你这么得罪他们，
以前不得罪他们，以后也没见得好到哪儿去。对了，我爹说周天一家人聚聚，咱到时候一块回老宅一趟。来了。徐青青没跟老三一起来。二哥二嫂，微微又长大了，真可爱。美玲来了。美玲，一家人中也就你最有良心。上辈子二哥要不是躺在病床上，一定得谢谢你，不顾陈建国反对，还送来2万块钱。都坐吧，都坐吧。美丽还没来，这丫头整天不着家。那咱们就先吃吧，不等了。国强，你们坐那边吧。等等，哎，二哥你干啥？挤一挤，够了，吃饭。国强，你干啥呢？好好的座位，你乱搬什么？妈，我家的位置在风口上，我媳妇儿身体不好，吹不了风。吃饭吧，菜凉了。哟，国强，你倒是不知道客气。这肉是妈炖了给大伙儿吃的，你一个人可劲儿造，别人还吃不吃了？大嫂，之前你们吃肉可没喊过我们一家，我们刚吃几块你就心疼了？行了行了，吃个饭哪来那么多话？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件事要说。你妈和我商量了，咱们这个家也该分分了。家里的财产我大概捋了捋，老宅3间，老大现在住的3间砖瓦房，还有国强住的2间土坯房，田地一共有12亩，家当嘛，1辆永久自行车，1辆28杠，1台缝纫机，1头驴，还有就是手里有点积蓄，不多，300来块。我的想法是，老宅我们老2口住，100年之后再分，砖瓦房分给老大，土坯屋分给老二，田地嘛，老大拿水浇地，老二拿旱地和薄田。老三没成家，暂时不分地，给他200块钱做本钱，做点小买卖。自行车给老三，缝纫机给老五当嫁妆，驴先不分，大家一起用。爹，我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大哥的砖瓦房是用我从部队带回来的木料盖的。第二，老三娶媳妇买家具的钱是用我的退伍安置费买的，这笔账怎么算？第三，爹，您说手里只有300块积蓄，是真的吗？林国强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你爹撒谎？你是说你妈我藏了钱？妈，我没说您藏钱，我只是问家里到底有多少积蓄，分家嘛，账要算清楚，不能稀里糊涂的。就是，二哥说的对，分家就是要算清楚账，不然以后说不清楚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二哥的木料，二哥的钱都是真金白银的东西，凭什么不算？大哥的房子是用二哥的木料盖的，那大哥是不是该给二哥补钱？三哥娶媳妇的钱是借二哥的，那他是不是该还钱？林美玲，你一个嫁出去的闺女，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？美玲，你是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，娘家的家产跟你没关系，你少在这冲大尾巴狼。梅玲，你是不是看不得家里好？你是不是也想分一杯羹啊？嫁出去的闺女惦记娘家的家产，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分家产了？算清楚什么算清楚？那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帮衬一下怎么了？你二哥当初愿意给的，又不是谁逼他的，现在翻旧账算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要把你二哥小时候吃的奶也折成钱算一算？走，回家！我说不让你来，你偏来，来了就惹事儿。建国，你放开我！走。妈，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记下了，一家人帮衬一下怎么了？那我现在也想问问，既然是一家人，为什么帮衬的时候是一家人，分家的时候就不是一家人了？大哥的房子用了我的木料不是帮衬，老三的自行车和缝纫机用了我的钱不是帮衬。林国强，你敢！
大哥，我不是要跟你争，我是要一个公道。你大哥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吃了多少苦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盖个房子怎么了？你是他弟弟，你不帮他谁帮他？老三也不容易，他刚成家没个营生，你这个当哥的不拉他一把谁拉他？妈，那我呢？我容易吗？我退伍回来膝盖上有伤，干不了重活，一家子人要养。素梅身体不好，2个孩子又小，我住在2间土坯房里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。我吃的是玉米面糊糊就咸菜，我闺女连奶粉都喝不上。我不容易，可我帮衬了大哥，帮衬了老三，帮衬了这个家。可现在分家，我分到了什么？2间土坯房，4亩河滩薄田。大哥呢？3间砖瓦房，5亩水浇地。老三呢？自行车、缝纫机，200块现钱。妈，您说一家人帮衬，那我问问您，谁来帮衬我？二哥说的对，二哥为这个家付出最多，分家的时候却分的最少，这不公平。林美玲，你闭嘴！你个嫁出去的赔钱货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妈！您骂我可以，别骂美玲。他说的是公道话，您听不进去，那是您的事儿，但别骂人。反了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！国强，你想要什么？爹，我不要多的，我只要我该得的。木料按照市价至少150块，大哥要么给钱，要么从别的东西里补我。老三娶媳妇儿用的是我的退伍安置费300块，家里的田不能把好地全给大哥，差地全给我，要么抓阄，要么平分。老二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家里的积蓄绝对不止300块，这些积蓄3个儿子平分。第5，那头驴既然不分，那就定个规矩，谁家用谁家出草料钱。林国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疯，大哥，我说的哪一条不合理，你指出来。你他妈的就是个白眼狼！当初你帮我的时候是你自己愿意的，我没求着你，现在翻出来算账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大哥，你说的对，当初是我愿意的，但当初我愿意是因为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帮你，你帮我，天经地义。可我现在看明白了，我帮你，你不会帮我，你只会觉得理所当然。大哥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当初你滚下山沟是谁把你背出来的？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没求着我。那好，以后你再出了什么事儿，也别求着我。你再说一遍！大哥，你想跟我动手？够了！都给我坐下！国强，你说的这些，爹都记着了。爹，你闭嘴！我爹戴上老花镜，拿起我写的那张纸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。国强说的有道理。老头子，你说啥？我说，国强说的有道理，木料是国强的，钱是国强的，不能白用，田地也不能好的全给老大，差的给老二，这不公平。老大、老三，你们怎么说？木料的事儿我认，150块我给，但我手头紧，拿不出那么多现钱，分期给，1年给50。可以。二哥，你真行，娶媳妇花的300块钱我还，但是我现在没钱，等我有了再还。不行，老三，我记得你之前说你在镇上找了个活，1个月挣40多，那你每个月还20块，15个月还清。二哥，你至于吗？我是你亲弟弟。老三，你刚才也说了，亲兄弟明算账。老三被噎得说不出话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甩手摔门出去。堂屋里安静了下来，我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田地的事抓阄，5亩水浇地，3亩旱地，4亩薄田，分成3份。你们3兄弟抓阄，抓到什么是什么，谁也别怨谁。积蓄的事，家里的积蓄确实不止300，一共有1200块，这是你妈和我这些年攒下的。1200块分成4份，你们3兄弟每人300，剩下300留给我和你妈的。那驴的事呢？驴先不分，按你说的
谁家用谁家出草料钱，1个月1结，记在账上。爹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抓阄分地，钱的事儿，大哥老三分期给我的那份。爹，我的300块今天能给我吗？林国强，你爹还没死呢，你就急着分钱？妈，不是急，微微身体不好，需要营养，我想拿这个钱给她买点奶粉，再给素梅抓几副药调理调理身体。300块，国强数数。不用数，我信爹。爹妈、大哥、大嫂、美玲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美玲，你今天帮我说了话，有些人心里不痛快。以后要是有人因为这个找你麻烦，你跟我说，谁要是欺负我妹妹，我跟他没完。国强，你今天把全家都得罪了，我知道。以后怎么办？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。我不要，家里的大事还是你做主。素梅，以前是我没本事，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受苦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，谁也别想。分家的事闹了整整3天，第3天傍晚，爹把我和老大老三叫到老宅，当着妈的面抓阄分地。老大先抓到3亩旱地，老三第2个抓到4亩薄田，我是最后一个，剩下的5亩水浇地归了我。凭什么老大抓了最差的，老二都捡了便宜？大嫂，抓阄是爹定的规矩，谁抓到什么是什么，谁也别怨谁。要不重新抓？重新抓？要是抓到好的还好，万一抓到更差的，包田就包田吧，反正真抓到好地我也没打算种。别闹了！既然大家都是一样的规矩，那咱们认。你，哎呦，这日子过不了了。终于分完了，这下没心思，我得赶快跟素美商量下接下来的事儿了。回来了，国强。回来了，该分的都分完了。素梅，趁着现在有个300块，我想把咱家这房子修一修。修房子？那得花不少钱吧？我算过了，屋顶翻一遍，换几根轮子，再糊一层泥，大概100-10来块。墙上的裂缝补一补，窗户换成玻璃的，2扇就够，加起来150打住了。说是这么说，可150不是个小数目啊。这钱花出去，国强难道就不心疼吗？那剩下的钱呢？剩下的我有其他用途。算了，国强心里肯定有数，他愿意把钱交给我，我也该相信他。好，你算计着合适就行。国强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不贵，100-10块。110块还不贵？分家总共才分了300块。钱是王八蛋，花了还能赚。你和孩子住的舒坦，比什么都强。国强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去给你倒碗水。修房子用了4天，为了省钱，我都是自己干。尽管膝盖上的旧伤隐隐作痛，我也只能咬着牙，尽量不请帮工。全部完活后，素梅看着焕然一新的屋子，半天说不出话。白墙、玻璃窗、新席子、小桌椅。国强，你这是把咱们家当新房收拾了？新房谈不上，但起码不漏风不漏雨了。爸，这是给我做的吗？对，给你和妹妹做的，以后你在这儿画画、写字。哦，好哎！这些年没白熬，这个家终于像个样子了。房子修好了，素梅以为日子还是像以前那样平淡的过下去，可我不这么想。修完房子的第3天，我又去了镇上。这次回来带的东西让赵素梅彻底傻了眼：1袋白面、1桶油、1包糖、1包酵母粉、几块五花肉，还有1口平顶铁锅和1把铲子。国强，你这是要把家败光啊？花了多少钱啊？不贵，加起来不到50。不到50？50块还少啊？素梅，你听我说，我想做点小买卖。啥小买卖？我在单位的时候学过做饭，再后来在镇上中学食堂帮过大半年，
可以在镇上工厂门口卖点吃的，肉夹馍、手抓饼，这些成本低，好上手。一个馍夹肉，成本不到1毛钱，卖3毛，净赚2毛，一天卖50个就是10块钱，一个月就是300块。可是，镇上那么多人家做买卖，人家凭啥买你的？凭我的手艺呗，你就等着看好吧。当天晚上，苏梅带着2个孩子先睡了，我一个人在灶台边忙活，准备着第2天小摊要用的食材。好像国强，你要走啦？趁早去，占个好位置。你吃了没？偷闲吃了一个馍，饱了。苏梅，我今天要是回来晚了，你别等，先带着孩子吃。哎，哟，大兄弟，你卖啥呢？闻着怪香的。肉夹馍，姐尝尝。这东西瞅着也没啥特别的，又是个脑子一热的愣头青，呵呵，小摊儿也不是那么好干的。哎呦喂，大兄弟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！这馍的酥脆，肉炖的烂乎，味儿地道，比镇上国营饭店的还强。大兄弟，这口味儿一个得卖多少啊？3毛。才3毛？那还真不贵。国营饭店一个烧饼夹肉还得4毛呢。行，大兄弟，你就在这儿摆吧。肉夹馍，新来的。对，大哥，尝尝，3毛一个。行，拿个尝尝。嘿，你这肉炖的好啊，比食堂强100倍。再来一个，我带进去中午吃。经过头里零散的几个客人后，生意就开了，无需我自己多说什么，他们就冲着那口味不自觉地做起了宣传。不到1个小时，50个肉夹馍全部卖光。到最后还有人来问，我也只能无奈劝他们明天再来。这条路可行，才第1天就卖了14块整。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这么早就卖完了。刚好回去的时候去镇上供销社把明天的材料买好，再给素梅他们买点东西。国强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难道东西卖不出去？这手里怎么还多了一袋子东西？咋回事儿？国强，你这是生意咋样啊？这是多少钱？14块，今天的收入除去成本，净赚9块。9块，一天就挣了9块。50个馍全卖光了，还有人没买着，明天得多做点。这不，回来的时候我就把明天出摊的材料买好了，还给你们娘仨带了点东西。给你扯了块布做件棉袄，你那件太旧了不暖和。给林静买了红头绳，给微微买了个布老虎。你花这些钱干啥？好不容易挣的，得攒着。攒着干啥？赚钱就是为了让你们娘仨过上好日子。晚上我给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，红烧肉、手撕饼、蛋花汤。素梅看着满桌子的菜，心疼的直抽抽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不花钱，吃。爸做的肉肉最好吃。国强，你明天还去吗？去，明天多做20个，卖70个。要不我帮你吧。你在家带孩子，咋帮我？我可以帮你和面烙馍。静静3岁了，可以自己在院子里玩，微微我来背，不耽误干活。不行，那样太累了。我不怕累，国强，我不想光在家里等着，我想帮你，咱们一起干，日子才能过得好。好，那你帮我打下手，和面、切肉、烙馍，我教你。国强，你说咱们以后真能过上好日子吗？能。你咋这么肯定？因为我欠你们娘仨的，这辈子得还。
没过多久，我这肉夹馍摊子就在农机厂门口站住了脚。刚开始50个，不到中午就卖光，后来加量到70个，照样卖光。到了第2周，我每天做100个，还是不够卖。工人们口口相传。再后来，旁边化肥厂、砖瓦厂的工人也绕路过来，甚至有个跑经销的干部骑自行车从县城过来，一口气买了10个。我和素梅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我和面、卤肉，素梅烧火、洗菜。到第6天的时候，我算了算账，6天毛收入将近150块，抛去成本净赚100出头。素梅数钱的时候手都在抖。国强，咱们是不是得低调点儿？让人知道咱家挣了这么多钱，怕是要眼红。说得对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麻烦来得这么快。这一天我照常出摊儿，刚把箱子放下，就发现不对劲，这谁把我的摊位占住了？这不是隔壁村的刘老四吗？在镇上混了好几年，名声不太好。哟，林老二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来得早，占了你的地儿，要不你往旁边挪挪？我把箱子放在刘老四桌子旁边2米远的地方，打开盖子开始摆摊。随着工人们陆续来，有人习惯性的走到我摊子前，刚要掏钱，刘老四就开始吆喝：烧饼夹肉3毛1个，环保管够。有工人被吸引过去看了看，但很快又皱皱眉回来。刘老四的烧饼是隔夜的，又冷又硬，卤肉颜色发黑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今天的生意还是受到了影响，比往常差了2成。第2天，刘老四来得更早，桌子又往前挪了半米，他的烧饼比昨天多了1倍，我的生意又差了2成。大兄弟，你小心点，刘老四这人不好惹。那个光头是他外甥，叫二彪，是个混不吝的，去年把人肋骨打断了2根。谢谢胖嫂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可别硬来啊，实在不行换个地方。不换，这是我先来的，凭什么换？国强，收摊回来了，这是咋了？生意不好吗？还行，就是有人抢地盘。谁？刘老四，隔壁村的。刘老四，我听说过这个人，不是好东西。国强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，犯不着跟他斗。用不着换，素梅，这种人你退1步他就进2步。你今天换了地方，他明天照样跟过来，退让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你想咋办？哼，对付这种故意找茬的，我有的是办法治他。后面几天，我每天收摊后都不急着回家，在镇上多待1个小时，到处转悠，到农机厂后面的家属区、菜市场、供销社门口，甚至镇政府门口观察、打听。这3天下来，情况也摸得差不多了。刘老四跟镇上工商所的办事员沾点远亲，靠关系和送礼，一直无证经营。同样的手段，已经挤走了不知道多少正规摆摊的人了。刘老四的烧饼是镇上国营饭店的隔夜货，卤肉是屠宰场的边角料，没有营业执照。虽然我也没有，但如果有人较真去举报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又过了1天，早上我照常出摊儿，刘老四又往前挪了半米，几乎要把我的摊子挤到墙根。二彪也蹲在旁边，嘴里叼着一根牙签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哎，你就是林老二，我就说了，这个位置是他的，让你挪走。这个位置我先来的，要挪也是他挪。二彪，林老二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这农机厂门口我刘老四看上了，你要是识相的，自己换个地方；你要是不识相，刘老四，我跟你也说句实在话，这个位置是我先来的，我在这儿摆了半个多月了。你要想在这儿摆可以，各卖各的，但你让你外甥挡在我前面，还想动手掀我箱子，这事儿不太地道吧？地道？林老二，这年头谁跟你讲地道？我刘老四在镇上混了这么多年，靠的就是工商所的小王。你啥意思？你可别乱说啊！哼，你跟工商主王干事的关系还用我乱说吗？一个逢年过节送礼，另一个滥用职权。但别忘了，王干事就是个普通办事员，上面还有所长、镇长。你的摊子没有营业执照，没卫生许可，卤肉是屠宰场的边角料，烧饼是国营饭店的隔夜货，这些东西经不起查吧？我说了，
咱们各卖各的，谁也别碍着谁。你的位置在你那边，我的位置在我这边。你要是觉得行，咱们就这么处；要是不行，那咱们就试试，看谁的摊子先被端。不是，咱们就这么算了。之后的几天，刘老四的摊子不断往后挪，最后更是直接挪到了农机厂大门对面马路牙子上，跟之前隔了整整一条街。从那以后，他的生意一落千丈，一天下来卖不出20个。没多久，刘老四的摊子彻底不见了。胖嫂说他去了镇东头的砖瓦厂门口摆摊。大兄弟，你可真行！刘老四折腾来折腾去，没少欺负人，谁都没治住他，你几句话就给弄走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肉夹馍摊子越来越红火。我开始在卤肉里加些新花样，卤鸡蛋、卤豆干、卤海带、卤花生，慢慢的从单纯的肉夹馍摊子变成了一个卤味小摊。现在生意越来越好，小摊能承载的规模也到了极限，是时候得租个门面了。我在镇上找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看中了农机厂对面的一间小门面，租金1个月30块。租店面的事比我想的要费周折。那间铺面的房东姓马，是镇上供销社副主任。你想租我这间铺面做什么生意？小吃，肉夹馍、卤味、面食。小吃啊，我这铺面位置好，以前开杂货铺的1个月挣好几百，你开个小吃摊能挣几个钱？别到时候房租都交不起。我这铺面都是半年起租，一次交清，1个月30，半年180，你拿得出来吗？虽然这点钱我手里有，但也不能随便花，全砸在房租上。听说这个马主任爱贪小便宜，老婆身体又不好，常年吃药，家里开销大，这间铺面的租金想必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。马主任，您尝尝，这是我做的。这味道不错啊！您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周给您送点。你这手艺确实可以，开个店生意肯定差不了。所以还得麻烦马主任通融。3个月，我先交3个月的，要是生意好，后面续租的时候我把半年的补齐。行吧，看在你手艺不错的份上，3个月就3个月。但说好了，3个月后要么续半年，要么搬走。一定。我当场交了90块钱，签了3个月的租约，拿到钥匙，心里才算彻底踏实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就忙着收拾店面、刷墙、铺地砖、造台气、接上下水，还是我自己动手，能省就省，但该花钱的地方也不抠。店面收拾好的那天，我站在门口看着门头上挂着的招牌，心满意足。这名字是不是起得太随意了？咱们做的是实在生意，名字实在点好。那咱们明天开业。好，明天开业。哎，这不是门口卖肉夹馍的那个吗？开店了。对，就是他，他家的肉夹馍好吃。那进去尝尝，走。卖的还真快，肉和卤蛋都卖光了，猪蹄只剩2个，面粉也不多了。素梅，还有多少面？不到10斤了。卤汤呢？见底了。对不住啊，各位，今天的肉夹馍卖完了，明天我再多准备些。57块8毛。扣掉成本的话，面粉、猪肉、调料、鸡蛋、豆干、猪蹄，加上房租和水电，大概花了20块出头，净赚30多块一天。这也太多了吧？不算多，今天是第1天，很多人是尝鲜，后面能不能稳住还得看手艺。那你手艺行不行？刚才那个穿蓝工装的大哥吃了2个肉夹馍1碗面，你猜走的时候说了啥？说了啥？我没注意。他说老子在农机厂干了8年，头一回吃到这么好的面。开业第1周，国强小吃的生意就稳住了，每天净赚30到40块，不多不少，但胜在稳定。我并不贪心，每天限量120个肉夹馍，30碗面，卤味若干，卖完就关门，绝不为了多卖钱而降低质量。1周下来，净赚240多块。等空出时间，也该去镇上供销社给素梅和闺女买几件新衣裳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上一世没条件让素梅随心买新衣服，她陪着我一直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。今后不会了，我老婆打扮起来不比任何人差。我都好几年没穿过新棉袄了。以后年年有。国强，这个月20，我罢过50大寿。老丈人的50大寿，
上一世我也去了，但手里紧巴巴拿不出像样的礼物，寒酸的我抬不起头。连吃饭的时候，大姐赵素芳和二姐赵素英也话里话外的挤兑我。回家的路上，素梅都哭了。去，当然去，咱爸50大寿必须去。那你打算拿啥？我打算给咱爸买2条好烟，2瓶好酒，给咱妈买点补品，蜂蜜、枸杞、红枣，再买2斤好红糖。那得花多少钱？50、60块吧。50、60？你疯了！咱家刚开了店，哪能这么花钱？素梅，你听我说，爸妈对咱怎么样，你心里有数。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，他们没拦着，没要高彩礼，还倒贴了不少嫁妆。这些年咱们过得不好，他们没少接济咱们，这份情得还。国强真的不一样了，以前娘家遇到点事儿和他商量，几块钱都拿得抠抠搜搜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挣得多了，50、60块不算什么，你就别心疼了。哟，国强家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穿得这么齐整。回娘家给俺爹过寿。是大姐夫孙建民和二姐夫刘胜利的车，这2人一个是公社的会计，一个是镇上供销社的采购员。每次见面看国强的眼神都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哎呦，素梅国强回来了。妈，给您和爸带了点东西。哎呀，国强，你这是干啥？买这么贵的东西得花多少钱啊？不贵，妈，爸过50大寿，应该的。这孩子，快先进屋里歇着吧。爸，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2条大前门，2瓶杨格大瓶。好家伙，这2口子是发财了吗？国强，坐。你最近在做买卖吗？是，爸，在镇上开了个小吃店，卖肉夹馍和面条。生意咋样？还行，一天能挣个30、40块。好好干，别让素梅和孩子跟着你受苦。爸放心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哟，国强，发财了！2条大前门，2瓶洋河大曲，这一套下来得50、60块吧？差不多。以前你来你老丈人家都是提2斤猪肉1包点心，这次出手这么大方，看来是真发财了。听素英说你在镇上开了个店，卖啥来着？肉夹馍，一天挣30、40？你吹牛的吧？我1个月工资才48，你一天就挣我大半个月的。姐夫不信就算了。国强，我听说你跟家里闹分家了，还跟你大哥3弟争家产。不是争，是要个公平。分家产，兄弟姐妹之间应该一碗水端平，不能厚此薄彼。呵呵，国强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以前让你干啥你干啥，让你出钱你出钱，多好说话一个人。现在怎么变了？是不是素梅教你的？姐夫，没人教我，是我自己想明白了。以前我太老实，什么都让，什么都给，结果自己家过得不像样子。现在我学会了，该是我的，我一步不让，不该我出的1分没有。行了行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说这些干啥？都坐都坐，马上开饭。小舅子，这副模样还真是让人怀念。作为赵家唯一的儿子，也是被全家人惯出来的。哟，三姐夫来了，大前门，好东西啊！三姐夫，我正想找你呢，我看上了一台收音机，红灯牌的，在县百货大楼卖的，45块，你给我买呗。志军，你三姐夫刚来你就要钱，像什么话？爸，我又不是要，我是借。三姐夫现在发财了，一天挣30、40，45块对他来说小意思。志军，你三姐夫的钱是他辛苦挣的，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要收音机，自己挣钱买去。妈，我上哪儿挣钱去？我又没有工作。没工作就去找。你都20了，还想一辈子在家啃老吗？三姐夫，你说呢？志军，你今年20，已经成年了，不是以前的小孩子了。一个成年男人想要什么东西，应该自己挣钱买。三姐夫，你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收音机我不会给你买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挣钱的机会。啥机会？我在镇上开了个小吃店，生意还行，但人手不够。你要是愿意，可以来店里帮忙，管吃管住，1个月给你开30块工资。就算是刘胜利在供销社当采购员，1个月也不过40多块，也就是看在素梅还有2位一直待我很好的老人面上，
不然找谁做工都是一样。志军啊，希望你能给你姐和爹妈争点气，也算是我对他们上辈子的补偿了。30块太少了吧？三姐夫你一天就挣30-40，一个月给我30。志军，我一天挣多少那是我的事儿，你要是来干，我给你开工资，这是雇佣关系。觉得少你可以不干。还是那句话，想要收音机自己挣钱买去。姐夫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好歹看在我姐的份上多给点呗。1个月30，2个月就是60，买一台收音机绰绰有余。而且你在店里干活还可以学手艺，和面、卤肉、调味这些手艺学会了，以后你自己也能开店，到时候300、3000也由得你挣。我不会做饭啊。没人天生会，我也不会，是学的。国强，志军他啥也不会，去你店里别给你添麻烦。妈，没事儿，谁都是从不会到会的。志军聪明，学东西快，只要他敢干，我保证把他教会。那我试试。谢谢你，国强。志军，你有这句话，就没让你姐和爸妈失望。下周1过来，我教你。说句实话，你三姐夫我以前也是个混日子的，觉得能活着就行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人活着不能总伸手跟别人要，你得自己能挣，挣来的东西用着才踏实。我闺女没看错人，国强终归是有了担当。这三妹夫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？看来还真不能再以过去的眼光看人了。1个月30块，国强这闷不出的是真发财了呀！不会再过段时间就成大老板了吧？国强，志军这孩子从小被惯坏了，好吃懒做，没个正形。我这个当爹的年纪大了，管不了他了。你要是能拉他一把，让他走正道，我跟你妈也就知足了。您放心，志军不傻，就是没人带他，只要他敢干，我保证让他学到真本事。给你添麻烦了，国强。妈，看您说的哪里话？寿宴融洽的结束了，回家路上，我的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尽管素梅娘家很多人，一时之间还是有些难以置信。国强，你今天对志军说的那些话真好。哪句？就是让他自己挣钱的那句。我以前劝过他很多次，他都不听，你说了1次他就答应了。他不是听我的话，是听钱的话。30块1个月对他来说是个诱惑，但他能不能坚持下来，还得看以后。你觉得他能行吗？能。他就是被惯坏了，其实不坏，只要有人带着他，管着他，他能学好。国强，谢谢你。谢我啥？谢谢你对我家人这么好。素梅，你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你爸你妈对我好，我心里记着。志军再不懂事，也是你弟弟，能帮他走上正道再好不过。周1，赵志军按照约定来店里，早上5点，天还没亮透，他就骑着自行车从赵家洼赶到了镇上，换了一件半新的蓝色工装，头发也没抹发胶，清清爽爽的。但一进门，那股公子哥的劲儿还是没退干净。三姐夫，这也太呛了吧！习惯了就好。进来，把门关上，别让热气跑了。志军来啦，吃了没？没呢，三姐，起太早了，顾不上。等着，我给你盛碗粥。三姐夫，你这肉夹馍也太好吃了吧！好吃就多吃点，吃饱了干活。今天先学洗菜、切菜。那也太简单了吧！话别说太早，先试试再说吧。看见没？这上面还有泥，洗菜不是冲一下就行，得一片一片的掰开，把泥洗干净，不然客人吃了拉肚子，谁还来？哦。三姐夫，这也太麻烦了，差不多就行了吧？不行，做吃的卫生第一位。你今天糊弄一把菜，明天就能糊弄一块肉。咱们的生意靠的是回头客，回头客靠的是干净、实在、味道好。我早就料到，志军这小子一开始没法摒弃掉原本的性子，因此也不急于一时。好在他虽然表现得不耐烦，手上还是老老实实干着。洗完了菜，我又让他去切，然后和面。刚开始虽然磕磕绊绊，但做得好时我也不吝夸奖。有了正反馈，他自己也干得越来越起劲和认真。这不是干得比刚才好多了吗？只要想干，你还是干得好的。1周下来，赵志军的变化是肉眼可见，比第一天强了不止1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态度变了。第一天更多的时候是应付，能糊弄就糊弄，能少干就少干。1周后，
他已经会主动找活干了。看着素梅欣慰的样子，我心里也暖洋洋的。晚上收工的时候，志军主动找到我，和我说了些掏心窝子的话。三姐夫，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干活，摔了东西，老板骂了我半个小时，我第2天就不去了。那你为啥没走？你没骂我。摔几只碗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骂你能咋的？碗能自己长好？三姐夫，我以前是不是特别混蛋？还想以前干嘛？我以前也混蛋，混蛋了大半辈子，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吃苦受罪。可人总得往前看，以前怎么样不重要，以后怎么样才重要。三姐夫，我想好好干。那就好好干，干好了以后有的是机会。等以后攒够了钱，我就开一家饭店，到时候这家店就转让给你，让你当老板。老板？我？怎么不敢？敢？谁不敢了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吃的生意越来越稳当，每天净赚40到50，一个月下来能攒下8、900。我把老大和老三欠的账提前算好了，加起来450，正准备年底前一次性要回来。没想到一个周六，镇上赶集的日子，老大老三带着一家人自己找了过来。哟，二哥忙着呢。二嫂，美丽来了，坐吧。这屋里啥味儿啊？油烟这么大。妈，这是小吃店，没油烟味儿还叫小吃店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赶集嘛，想着你在这儿开了店，过来看看，顺便吃顿饭。这一家子感情是来蹭饭的。志军，给他们倒点水。白开水啊，没有茶。妈，我这是小吃店，又不是茶馆，哪来的茶？肉夹馍3毛，卤鸡蛋1毛5，酸菜肉丝面4毛。二哥，你这价格不便宜啊！市场价童叟无欺。国强啊，我们大老远来的，你这当弟弟的，是不是该请我们吃一顿？大嫂，你想吃啥？哎呀，随便，你看着做就行。反正你开店嘛，成本低，一顿饭也不值几个钱。脸皮真厚。少多嘴。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，第一次来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炒了红烧肉、土豆丝、醋溜白菜、西红柿炒鸡蛋，又切了一盘卤味端上桌。吃吧。二哥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，比国营饭店的强多了。二哥，你以前咋不露一手？在家做饭的时候净糊弄。在家的时候有啥？没油没肉的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国强，你这店一天能挣不少吧？还行，够吃喝。够吃喝是多少？妈，您问这个干啥？我就是问问，你是我儿子，我关心你不行？行，那我也关心关心你们。大哥欠我的150块，啥时候还？老三欠我的300块，啥时候还？国强，今天是赶集的日子，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来你店里吃顿饭，你提这些干啥？妈，我也是关心家里的事。大哥的砖瓦房住的舒不舒服？老三的自行车骑得顺不顺当？这些东西都是用我的钱买的，我问问不过分吧？林国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就是来吃顿饭吗？你至于这么阴阳怪气的？大哥，我没阴阳怪气，今天这顿饭我请，但从明天开始谁来吃饭谁付钱，爹妈来了我不收钱，但你们大哥大嫂老三三弟妹美丽，你们来吃饭按价付钱，1分不能少。什么？林国强，你疯了吧？我们是亲兄弟亲姐妹，吃你一顿饭还要钱？大嫂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我这店是做生意的，不是开善堂的。你们今天来了，我请一顿没问题。但你们要是3天2头来蹭吃蹭喝，我这店还开不开了？谁3天2头来了？我们今天第一次来。所以我也说了是以后，也说了今天这顿我请，你们心里怎么想的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大哥，你盖房子差钱让妈来找我借，老三，你跑运输要押金也来找我借。美丽，你今天来是不是也有什么事儿？二哥怎么知道的？我还想借200块买辆女士自行车呢。哼，当我上一世是白过的吗？看看我说中了吧？你们每次来找我，不是要钱就是蹭饭，你们把我当什么？提款机？免费的食堂？林国强，你说话太难听了，他们是你的亲兄弟姐妹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现在挣了几个臭钱就六亲不认了。妈，
我六亲不认，您说这话的时候摸着良心了吗？以前我什么都让，什么都给，结果呢？我自己家揭不开锅，我媳妇儿穿不上新衣裳，我闺女喝不起奶粉，你们谁帮过我？谁心疼过我？二哥，我们真不是来蹭饭的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美丽，你别说了，你看看你身边这些人，他们是来看我的吗？他们是来看我的店的，他们想看看我挣了多少钱，能不能再从我这儿抠一点出去。大哥，你要动手。今天赶集忙，招待不周，吃完了还是回去好好歇着吧。林国强，你妈，您别说了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谁再想趴在我身上喝血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和素梅每天早起晚归，带着孩子辛辛苦苦赚钱，不是为了供养寄生虫的。寄生虫。我们走。白眼狼，没良心！二哥，对不起。大兄弟，你行，这种人就得这么治。你退一步，他们能把你家搬空了。胖嫂，你也在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好跟着那伙人屁股后面进来，这附近有几个还不知道你店里的东西好吃又干净，我也爱吃。国强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是想说，你说的太好了。三姐夫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！哈，你看大哥那个脸黑的跟锅底似的，笑什么笑？把碗刷了去。得令。晚上收工后，我脑子里还是止不住回想白天的一幕幕，忍不住坐在店门口的石阶上抽了根烟。想啥呢？没想啥，就是觉得挺没意思的，一家人闹成这样。不是你的错，国强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是他们太过分了。走吧，回家。三姐夫，明天咱们做啥？明天做手抓饼，我教你。真的？我能学会吗？你又不傻，就是以前没人教，有啥学不会的。三姐夫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以后想跟你学做菜，学会了我也开店做生意。行，等你会了，我帮你张罗，到时候你自己当老板。志军，看着点路。知道了，三姐。进入腊月，天寒地冻，清河县连着下了3天大雪。天冷了，工人们更愿意吃口热乎的，小店的生意反倒比平时好了些。赵志军在店里干了1个多月，像换了个人，以前那个穿着花衬衫、喇叭裤、抹着发胶的街溜子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白布围裙、干活麻利的小伙子。志军现在懂事多了，前天还给妈捎了5块钱回去，说是他挣的工资孝敬爹妈妈的，妈当时差点都哭了。他本来就不坏，就是缺人带。咋了？没咋，就是觉得你对他比对我还好。吃醋啦？谁吃醋了？去，干活去。腊月初3那天，村里的李大叔专门跑到店里来，坐在板凳上喝了1碗面汤。国强，你爹说了，初6务必回去，有大事商量。你大哥老三那边也通知了，全家都得回去。啥大事儿？你爹没说，但看他那样子像是喜事，笑眯眯的，嘴上合不拢。喜事？上一世腊月里倒是确实有一件喜事，有人给林美丽说媒，男方姓王，是个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国强，你说会不会是商量美丽的婚事？你也猜到了。美丽今年19了，也到了说亲的年纪，妈不是一直想把她嫁到镇上去吗？到时候看吧，人不错那当然是个好事，但如果对方人品不行，我劝2句，至于他们听不听，就看天意了。腊月初6这天是回老宅的日子，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停了2辆自行车，依旧是大哥的永久和老三的28大杠，院门口还多了一辆半新的凤凰自行车，车把上系着一条红布台。凤凰自行车系红布台，这是没人上门了。老二来了，坐，等你四妹和妹夫到了就开饭。
这是镇上的王主任，在国营农机厂当主任。这是我二儿子林国强。农机厂姓王，主任，果然是王超的爹。上一世王超上门提亲的时候来的就是他爹，开着拖拉机拉了一车聘礼，妈当时笑得嘴都合不拢。后来美丽被打回娘家的时候，妈哭得死去活来。王主任好。等人到齐没多久，饭菜也都准备好，八仙桌上摆得满满当当，比过年吃的都丰盛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王主任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，清了清嗓子。林老哥、嫂子，今天来呢，主要是为了一件事儿。我家那个小子王超今年26了，前些日子在街上看见你家美丽，一眼就相中了。我跟他妈商量了一下，今天来提个亲。哎呀，王主任，你家王超条件那么好，我们家美丽就是个乡下丫头，哪高攀得起哟？嫂子说笑了，美丽这姑娘我见了也喜欢，模样好，性格也好。我家王超虽然条件一般，但人老实本分，肯定亏待不了美丽。老实本分，上一世王家人也是这么说的。结果王超打人的时候比谁都狠。王主任，我想问一句，王超之前是不是结过一次婚？是结过，但那是以前的事了。两个人性格不合，和平分手。和平分手？我怎么听说王超的前妻是被打跑的？林国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王主任，您家在镇上是体面人，我这话是不是胡说，您心里清楚。小兄弟，你这话从哪儿听来的？我家王超是脾气急了点，但打人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是不是乱说？镇上的老人都知道，王超头婚娶的是镇上供销社的姑娘，姓李，结婚不到1年就离了。王超喝了酒就动手，李家的姑娘被打得跑回娘家住了半个月，不敢回去。后来李家托人调解，王超写保证书消停2个月又犯，李家没办法才离的婚。国强，你这些话有根据吗？爹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去镇上打听，农机厂的老工人都知道这事儿，不是什么秘密。美丽，你自己想想吧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理应你自己做决定。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风言风语，但我可以把话说明白，王超跟他前妻确实是性格不合，但绝对没有动手的事儿。王主任，我不需要去问，我只问您一件事，王超现在在哪儿上班？他在厂里当临时工。您自己是厂里的主任，儿子连个正式工都混不上。他今年26了，一个26岁的男人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靠什么养家？靠您那5间大瓦房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一个当哥的，当着外人的面拆自己妹妹的台，安的什么心？是不是见不得美丽过好日子？是不是觉得你妹妹嫁到镇上去比你强了，你心里不平衡？妈，别叫我妈！开了个破店，挣了几个臭钱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今天王主任好心好意来提亲，你倒好，当着人家的面翻旧账揭短处，你是不是要把这门亲事搅黄了你才甘心？二哥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嫁得好？美丽，你如果嫁得好，做哥哥的当然开心。我是怕你嫁过去受罪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受罪？你又不是王超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你凭什么在外面听了几句闲话就来毁我亲事？王超家条件好，他爹是主任，他妈是街道办事处的。我嫁过去以后就是镇上的人了，吃商品粮，不用再在地里刨食，有什么不好的？这话和上一世一模一样。后来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跑回娘家的时候，才知道后悔。跑到我面前又说什么当初要是听我的就好了，还真是长手的拉不住短命的鬼。算了，美丽，你有想法，我不拦你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能不能先别急着答应，去镇上打听打听王超这个人，问问农机厂的老工人，问问供销社的人，问问左邻右舍。如果打听到的结果跟我说的不一样，你想嫁就嫁。打听什么打听？人家王主任亲自上门提亲，礼数周全，诚意十足，你倒好，让你妹妹去打听人家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哼，人家还以为咱们家不识抬举。妈，打听一下怎么了？美丽嫁人是大事儿，多了解了解男方的情况不是应该的吗？二哥说的也有道理。你闭嘴！一个嫁出去的闺女，少在这儿掺和娘家的事儿。妈，我愿意嫁给王超。二哥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这是我的事儿，我自己做主。上一世林美丽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跑回娘家，头发被揪掉一绺，
额头上有一道血口子，左眼肿得睁不开，嘴唇破皮，胳膊上全是青紫色的掐痕。看来是我耽误美丽的好事了。爹妈，我先走了，店里还有事。什么东西？国强，你等等我！你走那么快干啥？你生气了？没有，就是有些无语。我善意提醒，让人家多去打听一下再决定，反倒落了不是。他只看见了他家的5间大瓦房，看见王家条件好，觉得高攀了，生怕这门亲事黄了，根本不愿意多想。是啊，人就是这样，不吃亏不长记性。算了，他的事让他自己决定吧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啥事儿？要账。当天下午，我没有回店里，直接去了大哥家。大哥，你来干啥？分家的时候说好了，你欠我150块，分12个月还，每个月12.5块。现在过去快2个月了，你还1分没给呢。林国强，你今天是来找茬的？我不是来找茬的，我是来要账的。你要是手头紧，可以先把这个月的还了，12.5块。我没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盖房子花了多少钱，我哪来的余钱还你？大哥，盖房子花了多少钱是你的事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你要是实在没钱，拿东西抵。我看你家那台缝纫机不错，值个70、80块，你先抵给我，剩下的慢慢还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大哥，分家的时候是说好了的，白纸黑字。你要是不认账，咱们可以去公社评评理，让公社的人看看，大哥住着砖瓦房，用着缝纫机，欠弟弟的钱1分不还，像不像话？我打死你个白眼狼！哎呦，我的腰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少假惺惺的，林国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大哥，我是因为你是我大哥，才对你一再忍耐。既然你不把我当弟弟，以后我也不会把你当大哥。下次你再动手，可别怪我还手。你和老三欠的钱，年底之前还上，否则我就来你们屋里搬东西了。我说到做到。从大哥家出来，我又去了老三家。老三不在家，徐青青在。他看见我来了，脸色立刻变了。你来干啥？找老三要账，他欠我300块。分家的时候说好了要还，年底之前要么还钱，要么把用我钱买的自行车和缝纫机还回来。林国强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弟妹，你家的自行车和缝纫机是用我的钱买的，分家的时候说好了要还，现在又说我要账过分，这账怎么算的？你跟老三说一声，年底之前要么还钱，要么还东西，过了年我就来搬。白眼狼，六亲不认，丧良心的东西！很快就到了腊月25，小吃店正式歇业，生意虽然好，但到了年底也该歇一歇，犒劳家人了。一天挣好几十块呢，你歇10来天，得少挣多少钱？钱是挣不完的，过年了，咱们家总得缓一缓吧。那也不用歇这么久啊。素梅，以前过年，咱们家连顿像样的年夜饭都吃不上，今年不一样了，今年咱们好好过个年。同志，自行车有吗？有，永久牌的，180块，我看看行吗？能试试吗？是吧？买了。同志，车子保管好了，这年头丢自行车的不老少。谢谢啊。从镇上到县城，骑车1个多小时。到了县城，我先去了百货大楼，直奔2楼日用百货区。今天的任务就是买。又是个村里的土包子，只看不买。同志，要什么？麻烦您把那个雪花膏拿给我看看。多少钱？2.5块。拿2盒。2盒？这么干脆？这人有这么多钱吗？看起来也不像啊。这件毛衣多少钱？8块，纯麒麟的，上海来的。你摸摸这手感，你媳妇穿肯定好看。买了。
好嘞，今天终于开张了，这是遇上了财主了，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接下来得给闺女买盒彩笔，还有画画的纸，再买个拨浪鼓、布偶小兔子之类的。对了，还有志军，给他买一副真皮手套好了。师傅，我想做个木马。木马啥样的？这么大，给3岁小孩骑的，底下是弧形的，能摇。马头雕一下，不用太精细，但得光滑，别扎着孩子。5块钱。成，啥时候能取？腊月28以后。行，我先交2块钱定金。回来了。这自行车，永久牌的。这得多少钱？180。180？你咋花这么多钱？素梅，以前出门全靠2条腿，去趟县城走2个多小时，现在有了车，我去县城进货买东西都快1倍，这钱花的值。你手里还拿了啥？哦，给你们买的东西。这是给你的。雪花膏，这可不便宜。你整天照顾孩子，在家里忙，手都裂了。我做丈夫的还不能心疼一下？还有这个，还买了毛衣。新轮的，上海货，试试。静静，过来，给你的。蜡笔是蜡笔。国强，你看你又哭，这有啥的？以后年年有。到了除夕这天，志军还特意跟家里说来我们家吃年夜饭，为了不像上一世那样寒酸，让一家人过个好年。我提前备足了食材，有志军的帮忙，家里也更热闹了些。虽然素梅嘴上不说，但看着她干了一整天活，脸上的笑都没搁下，我就觉得多难多累都值。国强，没事儿，就是想叫你一声。三姐夫，这丸子也太好吃了，你能不能教我做？等过了年就教你。等忙活的差不多了，我才发现窗外已经下起了细细密密的雪。我看着素梅擀着饺子皮和正剥蒜苗的志军聊着天，看着静静骑木马，微微玩布偶那开心的样子，又不禁想起了上一世的这时候，家里冷冰冰的，没有肉香，没有笑声。好在如今一切都不同了。国强，吃饭了，愣啥呢？哦，来了，好吃。当然好吃，我包的。还是我调的馅儿呢。是我擀的皮儿。是我看着包出来的。素梅，你这鞋做得好。少贫嘴，穿着舒服不？舒服，比买的强100倍。三姐夫，你们别在我跟前显摆了，我还小呢。你小什么小？20了，该说亲了。我才不说呢，我要跟三姐夫学手艺，先挣钱再娶媳妇儿。这话说得对，男人得先立业才能养家。多吃点，长胖点，好说媳妇儿。初1到初3，该走的亲戚都走得差不多了。初4，我和素梅又去了她大姐二姐家，还有几个堂叔伯家。跟往年不同的是，今年不管走到哪家，大家对我的态度都客气了不少，尤其是大姐赵素芳，以前最看不上我，今年也变了。素梅啊，你家国强现在可不一样了，听说在镇上开了店，生意好得很，你可算是熬出来了。以后啊，姐说不定还得找你们家国强帮帮忙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心里也比从前轻松了太多。素梅坐在自行车后座，也早就忍不住这几天一直憋在心里的话。国强，你发现没？今年大家对咱们的态度都不一样了。发现了。你知道为啥不？为啥？因为以前咱们穷，好欺负，他们看不起你。现在你挣了钱，立起来了，他们就不敢再看不起你了。素梅，你说这话心难受不？不难受，我就是觉得挺解气的。你笑啥？笑你说解气的时候，语气跟你妈一模一样。正月初7，小吃店正式开门营业。我凌晨4点就到了店里，志军比我更早，3点半就来了，顺带着把肉买回来了，20斤五花肉，10斤后腿肉，都是挑的最好的。三姐夫，你看这肉行不？不错，以后就照这个标准买。随着天亮，街上的人也渐渐多起来。
林师傅，开门了，等你好几天了。老样子，2个肉夹馍，1碗酸菜肉丝面。好嘞，您先坐吧。哟，店里收拾的真干净，玻璃都擦亮了。过年嘛，得有个过年的样子，尝尝，看味道变没变。还是那个味儿。林师傅，你这手艺是真稳当。没过多久，客人陆陆续续的来了，老顾客们一个接一个进门。林老板，过年好啊！林老板啊，歇了这么久，想死我了。店里很快就坐满了，桌子不够用，有人站着等位子，有人干脆端着碗站在门口吃。志军端着盘子来回跑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脸上的笑容却一直没断过。就这样一直忙到上午10点多，客人才渐渐减少，我才有空喘口气。三姐夫，你猜今天上午卖了多少？120个肉夹馍，20多碗面，卤味也卖了大半。三姐夫，你看对面。三姐夫，他们卖烧饼夹肉，还比咱们便宜5分钱。那个人我记得叫钱大勇，好像是原来镇上国营饭店的厨师。三姐夫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他们卖2毛5，比咱们便宜5分，这不是明摆着抢生意吗？看见了，急什么？我能不急吗？咱们的客人都被他们拉走了。三姐夫，连老周都过去吃了。看见了。你就这么看着？这钱大勇动作倒是麻利，不过嘛，志军，你过来。你看他烙饼，他那个饼好像没烙透。对，火太大了，外面焦了，里面可能还不熟。再看他的卤肉，颜色太深了。酱油放多了，说明他卤汤的底子不行，靠酱油上色。咱们的卤汤是老汤，越熬越香，他那个赶不上。可是他们便宜5分钱啊，那些工人一个月挣不了多少，5分钱也是钱。便宜能便宜多久？新店开业搞活动，3天5天的事儿，活动一过还得靠味道说话。你信不信？1周之后，那些老顾客还得回来。接下来几天，志军的担心像是变成了现实。王家小吃的优惠活动持续了3天，比国强小吃便宜一大截，不少老顾客都被吸引过去了。小店的生意少了将近30%。三姐夫，你看他们就是故意的，咱们卖啥他们也卖啥，还比咱们便宜。大家公平竞争嘛，都是做生意，就不能想个办法，咱们也降价呗，咱们也卖2毛5。不降。为啥？咱们的东西值3毛，为什么要卖2毛5？志军，你记住，做买卖不是打架，不是谁拳头大谁赢，你降价，他也降价，最后谁也挣不到钱。那咱们就眼睁睁的看着客人被抢走？不是抢走，是借走。等他们尝过了对面的味道，就知道哪家好了。我虽然不急，倒也没有完全被动挨打，而是在菜单上添了个卤肉饭，5毛钱一份，一推出就卖得不错。但王家小吃反应也快，第2天就推出了肉臊饭，4毛一份。对于这种行为，志军气得不行，我却只是一笑了之。1周后，事情开始变化，最先回来的是老周。一天中午，老周站在小吃店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推门进来了。志军看见他愣了一下，他清楚地记得，老周是对面开业第1天就跑去尝鲜的。周哥来啦！志军，给我来2个肉夹馍，1碗酸菜肉丝面。行，三姐夫，2个肉夹馍，1碗酸菜肉丝面。叹啥气啊，周哥？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，对面那个钱大勇，手艺是真不行。烧饼夹肉里的肉柴得很，卤汤味道也不对，咸得要命。面条更不用说了，碱放多了，吃起来发苦。便宜是便宜，果然啊，便宜没好货。那你这1周都吃的啥？别提了，我吃了3天就受不了了，又去旁边包子铺吃了2天，今天实在忍不住了，还是你家的好吃。还是林师傅的手艺对胃口，以后不瞎跑了，就在你家吃。老周走后，又有几个老顾客陆续回来，理由都差不多。对面的东西便宜是便宜，但味道不行，吃了几天就腻了。三姐夫，你说对了，老周回来了，老李也回来了，还有农机厂那几个都回来了。优惠活动结束后，王家小吃的生意一落千丈。钱大勇把价格调了回去，但客人却更不买账了。同样的价格，味道差一大截。原来每天排队的王家小吃，现在门口冷冷清清的。钱大勇站在门口，看着我店里进进出出的客人，脸上的表情
别提有多难看了。三姐夫，对面今天又没啥人。别管人家的事，把自己的活干好。嘿嘿，我知道，我就是觉得解气。解什么气？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，各凭本事吃饭，别幸灾乐祸的。正月初10，年味还没散尽，我爹突然托人带话，让我回老宅一趟。国强啊，你爹说了，让你明天上午回去一趟，有大事商量。啥大事儿？你妹妹不是快出嫁了吗？我估摸着就是商量嫁妆的事儿。行，明天我去。国强，爹喊你回老宅有啥事儿？应该是商量给美丽置办嫁妆的事吧。2月初8的婚期也该准备了。我是怕他们又要你出钱。国强，我不是小气，咱们的店刚起步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又要钱？三姐夫又不是开银行的。擦你的桌子！第2天上午，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了老宅，没带素梅，也没带孩子。到老宅的时候，堂屋里已经坐满了人。来了，坐吧。今天叫你们来是为美丽的事儿，婚期定了，2月初8，好日子。美丽嫁到镇上去，是咱们林家的喜事。王超家在镇上，爹是厂里的主任，妈是街道办事处的，家里有5间大瓦房。美丽嫁过去就是镇上的人了，这门亲事是美丽的福气，也是咱们林家的福气。嫁妆的事，我跟你们爹商量了，美丽嫁到镇上去，不能太寒碜，家具得打一套，衣柜、书桌、椅子、床头柜。国强，木料和打家具这钱，你来出。妈，我问您一件事儿。啥事儿？我出木料和家具钱，那大哥和三弟给美丽什么？他们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手头都不宽裕。手头不宽裕，就不用出了？妈，您是这意思吗？林国强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哥，我只是问个清楚明白，你出什么？林国强，你开了店挣了钱，就开始挑拨离间了。美丽是你妹妹，也是大哥的妹妹，也是老三的妹妹，大家该出的出，你管别人干什么？大嫂，我就是想知道大哥出什么，老三出什么，然后我再决定我出什么。国强，你大哥和你三弟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他们……爹，我知道，大哥盖房子花了钱，老三刚成家，但美丽出嫁是大事，当哥的该表示表示。我不说让他们出多少，但至少得有个说法。大哥，老三，你们到底给美丽什么？当着爹妈的面说清楚。我出1张床单，1个开水壶，礼金10块。那我出一个陶瓷铝盆，1条枕巾，礼金8块。妈，美丽这门婚事，我原本就不同意，这家具我不出。你说什么？林国强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家具我不出。美丽要是找个好男人，我自然会陪送。但王超我说过，他在镇上的名声不好，美丽嫁过去以后有的是苦头吃。这套家具打出来，就是便宜了王家人。你放屁！你就是不想出钱，你就是抠门。你开了店挣了钱，连亲妹妹的嫁妆都不肯出，你算什么当哥的？妈，我不是不想出钱，只是觉得这钱出了也是白出。王超那个人我比你们清楚，美丽嫁过去1年之内必定出问题，到时候家具拉不回来，钱也打了水漂。你咒你妹妹？二哥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凭什么咒我？我嫁的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美丽，我没咒你，我是为你好。你听我一句劝，再去打听打听王超这个人。我不听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你就是看我又要嫁到镇上去了，比你强了，你心里不平衡。二哥，我以前觉得你对我好，现在我才知道你就是个自私的人。自私2个字像一把刀子扎进了我的胸口，但我也不想再多解释。看着林美丽精心打扮的样子，她以为她要嫁到镇上去了，以为从此能过上了好日子，却不知道王超会在1年内把她的门牙打掉1颗，胳膊拧断3次，打得她流产落胎。我知道，即便我说出这些，也没人信。美丽，你不听我的，我也没办法，但我得把话说清楚。你要是想打家具，
让大哥、三弟和我3家平分掏钱，一家出1份，公平合理。他们愿意出，我就愿意出；他们不出，我也不出。你就是不想出，你找借口。美丽，坐下。国强，你说家具3家平分出，这话当真？当然，他们出多少我一分不少，3家一样，谁也不多，谁也不少。爹，我们家已经出了床单和开水壶了，还要出家具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大嫂，没人欺负你。床单和开水壶是床单和开水壶，家具是家具。你要是觉得家具不该你出，那你也别让妈来找我出。美丽是大家的妹妹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妹妹。行了，家具的事儿先放着，美丽出嫁，该有的嫁妆不能少。你们3家商量，商量不出来，我出。老头子，你出什么出？你哪来的钱？我还没死呢。我看着父亲发抖的手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他一辈子拉扯大5个孩子，没享过什么福，到老还要为儿女的事操心。他偏心，他糊涂，但他不是大奸大恶的人。爹，美丽出嫁，我不出家具，但该出的我一分不少。2床棉被，10块礼金，多了没有？二哥以前对我那么好，为什么这次就是不肯帮我呢？就这样吧，爹妈，我先走了，店里还有事。当时我走得很干脆，任凭身后响起妈的骂声、林美丽的哭声、周桂芳和林国栋的冷言冷语。事到如今，还想带着我一个人算计，我看你们是打错了算盘。我早就不是前世那个一味付出只知道讨好别人的老实人了。到了2月初8，林美丽还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出嫁了。等我和素梅带着孩子到了老宅，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了。妈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袄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招呼左邻右舍，笑容灿烂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她女儿嫁了个好人家。哟，国强来了，快进去吧，美丽在里屋呢。二哥，我结婚你就给我这个。对啊，这不说好的吗？2床被子，10块礼金，我又不欠你的，你这什么口气？10点钟，迎亲的队伍到了。王超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，车把上系着大红花，后面跟着7、8辆自行车。村里人都跑出来看。美丽呢？我媳妇儿呢？爸妈，我带美丽走了。时间很快就到了2月底。这天中午，小吃店正忙着，王超和林美丽2口子穿得一身时髦走了进来。二哥、二嫂，我们今天逛街买东西，顺便来你们店里吃顿饭。妹妹、妹夫来啦，坐。二哥，生意不错啊。还行。二嫂，你们这店收拾的真干净，不过地方还是小了点儿。你看这人一多，转身都费劲。二哥，你给我们做点拿手的吧，我和王超还没吃饭呢。行。二哥，你手艺真不错，比镇上国营饭店的强多了。二嫂，你看我这件大衣好看不？王超给我买的，在县城百货大楼买的，花了48块呢。好看。还有这双皮鞋，也是王超买的，18块，纯牛皮的。你摸摸这皮子多软。是挺好。王超对我可好了，前几天带我去县城玩了3天，住在县招待所，吃的都是饭店里的菜。他还给我买了一块手表，上海牌的，你看看，好看不？显摆啥呀？当谁看不出来似的。这哪是来看我和素梅，哪是来吃饭的？无非是为了炫耀，为了证明嫁进王家是正确的选择，想打我的脸。唉，长手的拉不住短命的。等着王超的新鲜劲儿过去，
苦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二嫂，结账。等我找你钱。不用找了，剩下的当给二哥的小费吧。美丽，该多少是多少，你二哥不做宰客的生意。二哥，你还是这么较真儿？不是较真儿，是规矩。做买卖得有做买卖的规矩。给你机会你不要，等以后我看你怎么巴结我。哼！三姐夫，林美丽今天来干啥的？她不说了吗？吃饭的呗。吃饭？我看她是来显摆的。你看她那样子，穿个大衣就在那转圈，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。还有那个王超，翘着二郎腿跟个大爷似的。志军，把碗洗了。哦，别想那么多，日子是自己过的，不是给人看的。3月中旬，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。为了满足客流需要，我们在店铺外面搭了棚子，加上几桌。偏偏这时候，素梅在去县城进货的时候腿摔伤了，暂时干不了重活。尽管她嘴上说着没事，但我还是坚持让她在家休养好再说。至于店里，只好临时招个工人帮帮忙。这天，素梅正在家里院子结菜，大嫂周桂芳不知怎么的突然到访。大嫂，你咋来了？素梅在家呢，只是几个月没来，老二家居然又添置了不少东西。大嫂，你找国强吗？不找他，我听说你受伤了，特地来看看你。大嫂这个人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跟大哥结婚这么多年，来看我们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，每次来不是借钱就是借东西。大嫂，你今天来是有啥事儿吧？素梅，最近听说你们店里挺忙的，你现在又受伤了，剩国强一个人，忙得过来不？还行，有志军帮忙，而且国强也在外面。志军一个毛头小子能顶啥用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反正我在家也没啥事儿，不如去店里帮帮忙，洗菜、切菜、招呼客人，这些活我都能干，一个月给我开40块工钱就行。40块？志军一个月才30块，大嫂一开口就要40。大嫂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得等国强回来跟他商量。行，你跟国强说说，我等你们信儿。大嫂突然要来店里帮忙，可是她这人从来不是肯出力干活的主，以前在老宅吃饭连碗都不肯洗。当天晚上我刚回来，素梅就把大嫂来的事说了一遍。不行。你也觉得不行？周桂芳那个人贪小便宜，手脚还不干净。她来店里帮忙，今天揣2块肉，明天拿几个鸡蛋，后天偷点卤汤，咱们抓还是不抓？抓了伤和气，不抓亏自己，到时候闹得难看，还不如一开始就拒绝。倒也是这个理，可要是直接拒绝的话，他会不会闹？哼，闹！我现在可不会惯着他们。40块一个月，志军一个月才30，他凭啥要40？以我对大嫂的了解，他就是来占便宜的，在店里干一个月拿40，再偷偷摸摸往兜里猜点，再吃吃喝喝，再偷学点手艺，回头他自己开个店，连学费都省了。我还真没想到这层，以大嫂以前的做派来看，确实干得出这种事。第二天，我直接去找了大哥。我知道他每天早上要去采石场干活，7点多从家出来，走村口那条路，我直接在那里等他。大哥，啥事儿？大嫂昨天去我家了，说要来店里帮忙，当时我不在，所以特意来说一声，怕到时候大嫂再白跑一趟。我店里有赵志军，又招了个临时工，暂时不用人。你啥意思？你大嫂好心好意去帮忙，你还不领情？大哥，帮忙和打工是两码事。大嫂说的不是帮忙，是打工，一个月40块，比赵志军还多10块。赵志军在店里干了几个月了，什么都会了。大嫂来能干啥？洗菜切菜这些活，志军一个人就能干完，用不着2个人。你就是看不起你大嫂。大哥，我没看不起谁，反正大嫂想来店里打工的事儿，我不同意。林国强，你行，你等着。周桂芳的事刚消停没几天，老宅那边又出幺蛾子。3月底的一天，妈在院子里晒被子的时候踩到水坑摔了一跤，膝盖磕青了一块，手腕扭了一下。
爸要带他去卫生院看看，他死活不去。没事没事，养2天就好了。第二天，妈就托人带话给素梅，说她动不了，要素梅过去伺候几天。国强，妈摔了，白天托人过来说身边离不开人，要我回老宅伺候一下。身边离不开人？老大老三不是整天围着老宅转吗？你自己伤还没好呢，怎么照顾？不行，伺候婆婆是3个儿媳妇的事儿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大哥家有周桂芳，老三家有徐青青，凭什么指名道姓让你一个人去？可是妈既然都点名了，她点名让你去你就去。明天我去老宅跟妈说清楚，你要是身子好好的，去就去了。照顾父母本是应该，但也不能专挑这时候折腾人啊。要伺候也得3个儿媳妇轮流来，轮到你的那天我自己去。你来伺候？对啊，我是他儿子，伺候他是应该的。你自己还需要照顾呢，怎么照顾人？第二天我去了老宅，店里暂时让志军顶着。到的时候，妈正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，腿上盖着棉被，手里端着红糖水，小口小口的喝着。大哥大嫂、三弟三弟妹一个都不在。妈，你咋来了？我让你媳妇来伺候，又没让你来。妈，素梅受伤了，您知道吧？知道，年轻轻的，又不是7老80，受个伤怎么了？妈，您摔了，身边得有人伺候。这事儿我想过了，伺候您的事儿不能光素梅一个人。大哥家有嫂子，老三家有3弟妹，3个儿媳妇轮流来，一家1天，公平合理。林国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让你看媳妇来伺候我几天，你跟我讲轮流？妈，不是讲轮流，是讲公平。3个儿媳妇都是您的儿媳妇，不能厚此薄彼。您要是觉得素梅该来，那大嫂也该来，3弟妹也该来。要是他们都不来，那素梅也不来。你个混账东西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？国强，你妈摔了，身边确实需要人。素梅比你大嫂和3弟妹更贴心、心细，能把你妈照顾好。爹，要放平时那当然没得说，但素梅腿也受伤了，自己活动都不方便，就算硬来，能照顾得好妈吗？我不是说不伺候妈，妈是长辈，伺候她是应该的，但素梅现在身体不行，她来不了。妈，您养了3个儿子，每个儿子都应该尽孝。轮到素梅的那天，我来伺候您。锅里有剩饭，灶台上有半碗咸菜，水缸里的水不多了。这个老二虽然打小瘦瘦小小的，但干什么都肯出力，从来不叫苦。以前也最孝顺的，什么都让着兄弟姐妹，什么都紧着家里。为什么从分家那天开始他就变了？可要说他心肠变硬变冷了，他又真的丢了店里的活来老宅伺候。哎，妈，今天的活我干完了，明天轮到嫂子，后天轮到3弟妹，等轮到我们家的那天我再来。回来啦，妈怎么说？没说什么，水缸挑满了，柴劈了，灶台擦了，地扫了，今天的活干完了。那就好。国强小店的生意进了4月后更红火，不光是农机厂的工人来吃，连镇上几个单位的人都开始往这儿跑，供销社的、邮电局的，甚至镇政府食房的师傅都偷偷来吃过。到初时我算了算账，开店3个多月，除去成本、房租、工资，净赚了将近3000块。1981年，3000块的购买力相当于30-40年后的20-30万了。这还是在农村，我得留出2000块做周转资金，300块存起来备急用，剩下的几百块倒是可以零花。志军，明天你跟我去趟县城。去县城干啥？买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志军坐镇上的拖拉机去了县城。到了百货大楼，我们先去了自行车柜台。同志，这辆28大杠多少钱？180。那辆女士的呢？凤凰牌的，26寸，160。这是340块，2辆都要了。好嘞，先生，我收下款，您稍等。三姐夫，你买2辆干啥？这辆28大杠是你的，你那辆旧车骑起来咯吱咯吱的，该换了。给我的？怎么，你不要？要，我要！三姐夫，这也太贵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那就别说了，不过你得记得，别在路上跟人飙车啊。
之后，我又去了日用百货柜台，给素梅挑了块上海牌的女士手表，让售货员包好。最后在附近买了几斤素梅爱吃的水果，还有2个孩子爱吃的奶糖。三姐夫，你说我骑这车回去，我爹妈会不会吓一跳？等你回去不就知道了？哈哈哈，我怕他们到时候以为我偷的。哈哈哈哈。素梅，你看我给你买了啥？自行车？你咋又买了一辆？这是女士的，凤凰牌的，以后你去镇上或者去赶集，骑这个更方便。这得多少钱？不贵。不贵是多少？160。还有这个。国强，你到底花了多少钱？你怎么又哭了？我就是高兴。三姐夫今天给你买东西，可是大出血了，挣钱不给老婆孩子花，留着干啥？今天高兴，晚上咱们加餐。姐夫，我怎么感觉你自从开了店，天天都加餐？你少胡说，跟你姐夫快去屋里歇会儿。我们这边欢天喜地，却还不知道老宅那边却闹翻了天。老大和老三平时又想占便宜，又不想折脸，一有事就找妈出面。结果到了要尽孝的时候，周桂芳和徐青青心里都不乐意，让他们倒杯水都甩脸子。妈，凭什么赵素梅不来，让林国强来？素梅受伤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国强和他谁来不一样吗？身体不好，他那是装的，他就是想躲懒。你看他家现在又是开店又是买自行车的，有钱了，架子也大了，不把我们这些穷亲戚放在眼里了。桂芳，你少说2句。我凭什么少说2句？妈，你就是偏心。赵素梅不来看你也不管，我们来了你还嫌这嫌那的。你看看老三家的，来了就织毛衣，连碗水都不给你倒，你也不敢说他，你就会欺负我们老实人。周桂芳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要是觉得赵素梅好，你找她去，让她来伺候你，我不管了。老三媳妇儿，今天本来是到你了，你去给我倒碗水来。妈，我嫁到你们林家不是来当丫鬟的，你要是觉得我伺候的不好，你找别人吧。你们混账东西！妈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把青青气跑了？她回娘家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林家老宅闹起来的事，当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我知道的时候，正在店里忙活。三姐夫，你们家老宅那边闹起来了，你大嫂和三弟妹跟老太太吵了一架，你三弟妹气得跑回娘家，你三弟因为这个去闹，老太太在家哭呢。三姐夫，你不回去看看？看什么？他们闹他们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时间一晃，就到了4月。哟，国强，这拉的啥呀？电视机。乖，国强啊，你们家这是真发大财了，电视机说买就买了。看这块头，得是个大电视吧？14寸，黑白的，400多块，托人弄的票。国强，这是？爹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电视机，以后静静在家就能看动画片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国强，电视机这东西得多贵啊？不贵，你跟孩子在家闷得慌，有个电视解解闷儿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挣的钱不给你们花，给谁花？消息传得快，天还没黑，左邻右舍就陆续来凑热闹。我索性直接将电视线接到院子，大家一起看。10几号人盯着电视屏幕，正看得津津有味。妈不知什么时候也赶过来了，一进院子眼睛就瞪圆了。哟，还真买电视机了，14寸的，得400多块吧？妈，您来了，一起看呗。真是有钱烧的。国强，你出来，妈跟你说个事儿。你现在有钱了，买电视机了，可老宅那边还没有呢。你爹晚上闷得慌，也想看电视，你这当儿子的，是不是得给老宅也买一台？大哥家去年就买电视机了，你咋不找他要？你大哥那能一样吗？哪儿不一样了？你大哥家里困难，2个孩子要养，电视机买的比我还早，能困难到哪儿去？再说了，我不也2个孩子吗？
你现在开着店，一天挣多少钱？以为我不知道？买台电视机算什么？妈，我挣的钱是我起早贪黑干出来的，不是我欠谁的。你行，不买新的也行。你把这台搬老宅去，这样你弟弟也能看，省了一份钱。以后你跟素梅想看，就去老宅那边看。妈，大哥家的电视机买了1年了，你咋不搬他的？都说了，你大哥那是什么？你觉得我这个当老二的好欺负是吗？你说啥呢？谁欺负你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大哥买电视，你没吭声；我买电视，你让我搬宅院去。老三还没买，你倒是替他考虑。妈，都是你儿子，就算一碗水端不平，也没有这么偏心的吧？你跟爹想看电视，随时来我这儿看，去大哥家看也行。老三两口子想看，让他们自己买，又不是没手没脚，凭啥让我买？好，你个白眼狼！我不管，老大老二家都有电视机了，凭啥咱家没有？我嫁给你是来受穷的吗？买，拿啥买？我跑一趟运输才挣几个钱？咱俩吃喝拉撒哪样不要钱？你当我开银行的？那老大老二怎么买得起？老大采石场干这么多年攒的，老二开店挣的，我哪有那本事？你没本事，你还有理了？我当初怎么瞎了眼嫁给你？吵什么吵？让邻居听见了，笑话不笑话？妈，你看看国栋，我想买个电视机他都不让。不是不让，是没钱。妈，你跟爹不是攒了点钱吗？先借我们用用呗，等国栋挣钱了再还你们。跟咱爹咱妈要钱，那叫借吗？你闭嘴！我跟你爹那点钱是养老的。那人家老大老二家都有电视，就我们家没有，我回娘家都没脸。老头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买就买吧。第二天，妈找了在供销社上班的远房侄子，塞了2条烟，才弄到1张票，加上420块。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，就这么花出去了。然而，电视机搬回老宅那天，徐青青高兴得跟什么似的，满村子炫耀。消息传到老大家，大嫂当场就炸了。凭啥？你爹妈给老三买电视机，凭啥不给咱买？咱不是有吗？那是咱自己买的，爹妈给老三买，那就是偏心。你是长子，凭啥待遇还不如老三？你小声点儿。我凭啥小声？我就要让全村人都知道，你爹妈偏心眼儿。哟，嫂子来啦！妈，你给老三买电视机了？那咱家呢？国伟是长子，你给老三买不给老大买，这说得过去吗？你家不是有吗？那是俺们自己买的，爹妈的财产3个儿子都有份儿，你给老三花400多，那俺家也得有。那你想咋样？要么给咱也买一台，要么折成钱给咱。电视机就算你们和老三共同买的，一人占1半，至少得补给我们200块钱。闹什么闹？爹，不是我闹，是你们办事不公道。都是儿子，凭啥老三有，而我们没有？你出的主意，你解决。什么？我……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老宅家里的事儿没消停几天，妈又找到了店里来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国强，你这卤味生意现在越来越红火了，我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大哥和老三正好闲着，让他俩来帮你，一个打下手，一个采买，都是自家人，知根知底，比外人放心。你们3兄弟合伙干，你出配方，你大哥出力，老三跑腿采买，挣了钱3家分。妈，我问你几个事儿，大哥懂卤味吗？老三懂火候吗？我的配方是我精心琢磨出来的，教了他们学会了自己出去开店跟我打擂台，不教他们能干啥？烧火切菜这种活我随便请个人都能干，凭啥要分股份给他们？再说采买，老三连自家日子都过不明白，能买好肉吗？买到次品亏了本算谁的？他们可都是你亲兄弟。亲兄弟，当初拿我的东西的时候客客气气，后面我去要账，大哥老三的话说的有多难听，妈你不是不知道，那时候他们怎么没想起我是亲兄弟？坑我的时候他们可一点没手软。那他们不是有困难吗？谁家没个困难？我这生意就是我最困难的时候踏踏实干出来的。谁要是想进来分一杯羹，拿真金白银来入股，
500块一成股，大哥老三拿得出我欢迎，拿不出免谈。500块，你抢钱呐？嫌贵可以不入股，我又没求着他们。妈，您要是来看我的，我欢迎；要是来替你大儿子、小儿子要好处的，趁早回去。我这店里忙，没工夫陪你唠。国强，你现在有钱了，眼里就没有爹妈兄弟了是吧？妈，您这话说反了，是你们眼里先没有我的。妈咋样？那个白眼狼软硬不吃，他说什么500块一股，他怎么不去抢？有几个臭钱了不起了？忘了当年是谁把他养大的？他说你们坑他的时候没手软，我呸，那叫坑吗？那是帮。没有老翟他能有今天吗？骂归骂，老二现在翅膀硬了，不缺钱不靠老翟，到最后还是谁也拿捏不住他呀。就这么算了？我再想办法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这个当妈的治不了这个老二。国强，妈今天来你没答应他，他肯定不死心。不死心也没用，他现在拿捏不了我了。国强，你说大哥三弟他们会不会自己干？哼，就凭他们，一有事儿就指使妈来找我，从来不想着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。哼，他们要是能学会我这手艺，那是他们自己的本事。嘿，志军，你这是发财了吗？志军啊，你这大包小包又是新自行车的，一段时间不见，怎么成财主了？嗨，说啥呢？我就一本分分做工的，自行车是我三姐夫给我买的。志军，我问你，你姐夫店里那肉夹馍的手艺，还有那卤味的配方，学会了没？老三，你问这个干啥？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？你想想，你手艺也学会了，配方也知道了，还给人打工干啥？自己开家店挣的钱全是自己的，不比拿死工资强。就是啊，志军，你这手艺开店肯定火。你三姐夫能挣那么多，不就是靠这手艺吗？你学会了自己干，比他挣的还多。到时候你也买电视机，盖砖瓦房，多风光。赵老三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？你让我偷我三姐夫的手艺，出去跟他打擂台，这叫为我好？什么偷不偷的？你学会了，那不就是你自己的？放你的屁！那配方是我三姐夫费尽心思琢磨出来的，他手把手教我，是信任我。你让我拿他教我的东西去抢他的饭碗，当我是啥人了？你这孩子咋不识好歹呢？我不识好歹，我赵志军是没出息过，但我不是白眼狼。三姐夫在我最没出息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你现在让我背刺他，你们谁再跟我说这种话，别怪我翻脸。端午前后，地里的麦子熟了，整个镇子都忙了起来。我站在地头，看着自家的5亩水浇地，麦穗沉甸甸的。国强，今年麦子咋收？请人吧，5亩地我们俩割最少得3天，店里一天净利润好几十块，请2个人1天5块钱工钱，2天就能干完，划算。以前从没这么算过账，庄稼人收麦子都是全家上阵起早贪黑的干，请人是懒汉才干的事儿。可国强这么一算，好像确实请人更划算。行，听你的。当天我就找了2个人，1天5块工钱管1顿午饭。第2天一早就下了地，1天半时间5亩地割得干干净净。老翟那边又是另一番光景，老大家3亩旱地，老三家4亩薄田，旱地收成不好，麦子长得稀稀拉拉。老大带着周桂芳起早贪黑地割，2个孩子也下了地，周桂芳腰都快勒断了。你看老二家，人家请人割麦子。哼，有几个臭钱了不起了。另一边，老三家的4亩薄田更惨，地块碎，东一块西一块。林国栋弯着腰割了半天，腰疼得直不起来。徐青青割了不到1垄，就坐到地头，说什么也不干了。我不行了，腰要断了。你不干谁干？这麦子能自己跑回家？请人干啊！老二家能请人，咱为啥不能？钱呢？你给钱？仔细想想，平时还真没存过钱，连买化肥的钱都是找老太太要的。有钱不想着亲兄弟，只顾着自己享受，我呸！5亩地的麦子全部收割完毕，麦捆拉回院子里，堆得跟小山似的。我借了脱粒机，又请人帮了1天工，把麦子脱粒、晾晒、入仓。2000多斤麦子装了10几包，留足了口粮和种子，还有交公粮的。剩下的准备拉到粮站卖。素梅看着满院的粮食，心里也踏实。看来今年不用买粮了。不光不用买，还能卖不少。以后年年这样，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算了。
地里的活不用你操心。咋了？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会疼人？以前是我傻，现在我开窍了，知道疼媳妇儿的男人最好命。卖收入仓的第二天，老大来了，我见他站在院门口，满身尘土，脸晒得黑红，手上全是血泡。老二，你那脱粒机借我用用，我家的麦子还没脱粒。行，1天1块钱。你说啥？脱粒机是我从生产队租的，1天1块钱，你要用按原价给我就行，押金我自己担着。我可是你亲大哥，亲大哥也得算账。你要是觉得贵，可以去生产队自己租，押金10块。给你。用完了送回来，坏了照价赔。国强，你这样做，老大家更恨咱了。他恨不恨我跟这有啥关系？以前我处处让着他，他也没念我的好。傍晚时分，老三也来了，他倒是没来借东西，是来蹭饭的。二嫂做啥好吃的呢？嚯，炖鸡呢，正好我没吃饭。二哥，你家这日子越过越好了，麦子也收了，鸡也炖上了。老三，你来干啥？路过，进来看看。老三，你要是来吃饭的，今天这顿饭5毛钱。二哥，你说啥呢？一家人吃顿饭还要钱？我这是一家4口的饭，你要是来走亲戚，带点东西来，我好好招待你。你空手来蹭饭，那就得算钱。你家炖鸡的时候叫过我吗？你家吃饺子的时候想起过我吗？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儿，凭啥要求我？你行，我走还不行吗？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老二真的死了，现在这个林国强心硬的像块石头，可偏偏这个心硬的林国强日子过得比谁都好，气死人了。农忙一过，镇上的集市又热闹起来，小吃店和供销社的卤味柜台生意比麦收前更好了。这天下午我正在后厨配卤料，赵素梅从前头进来说马德福马主任来了。马德福是供销社副主任，也是小吃店门面的房东。林老板，生意不错啊。托您的福，凑合。凑合？你这要叫凑合，镇上就没好买卖了。供销社那边卤味柜台天天排队，这小吃店饭点连个空座都找不着。林老板，你挣多少钱我心里有数，今天来找你是跟你说个事儿，这房租得涨了。马主任，咱们签的合同年后我预交了半年房租，现在才过了3个多月。我知道，但这房子是我的，行情变了，房租也得跟着变。你生意这么好，多付点房租也是应该的。从下个月起50块，翻了大半。林老板，你要是觉得贵也可以不租，咱们合同上写了，房东有权提前收回房子，只要提前1个月通知就行。要么接受涨价，要么卷铺盖走人。马主任，容我考虑考虑，这2天给您答复。行啊，别拖太久。国强，他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合同都签了，说涨价就涨价。房子是人家的，他想涨咱管不着。那咱就认了。当然不认。素梅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，咱不能一直租房子做生意，房租是人家说了算，今天涨明天涨，咱永远被人掐着脖子。要想把生意做大，得有自己的房子。你是说买？咱现在手里有多少钱？上个月盘过账，店里加柜台的利润加上之前攒的，应该有5000多了。够了，买一套门面房足够。国强，你真要买？真买。素梅，以后的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，光靠这个小吃店够是够，但想过好日子不够。我要开个大饭店，能包桌能办酒席的那种。之后我骑着自行车在镇上转了半天，看了4、5处房子，最后在镇子南头找到一处临街3间大瓦房的门面，空间宽绰，能摆下10几张桌子。后院还有3间瓦房，能住人，能当仓库。院子面积不小，能搭棚子，在夏天摆桌。位置就在镇中心往南不到200米，挨着通往县城的大路，是个好门面。房主是个50多岁的老头，姓周，正蹲在门口抽旱烟。周大爷，这房子您要卖？卖，不卖不行了。老伴病了，肝上的毛病，县医院说能治，但得去省城动手术，手术费得1000多块。哎，只能卖房子了。周大爷，这房子您打算卖多少钱？3500。3500。3间临街门面加后院3间瓦房加一个大院子，这个价倒是不贵。房子有些旧了，墙皮剥落，屋顶的瓦片也有碎的，但梁柱结实，质基牢固，修缮一下就是一座好房子。
周大爷，3500我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今天签合同，我付500块定金，剩下的3000 3天之内付清。您把房契给我，咱们去房管所过户。3天？对，3天。成，今天就签。当天晚上，我找了见证人，跟周老头签了合同，按了手印，交了定金，房契暂时压在见证人那里，等尾款付清就过户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吃饭了没？还没。素梅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咱家房子买下来了。买下来了？这么快？镇南头3间门面，后院3间瓦房，带个大院子，3500，定金付了，3天内交尾款。国强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，合同签了，手印按了，定金交了，还特意找了个熟人当见证人。真买了？真买了。我们一家4口挤在2间破瓦房里惯了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现在终于有新房子了，不是租的，是买的。国强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放心吧，素梅，以后咱不用看房东脸色了，咱有自己的房子了。那马主任那边？明天我就去回他，下个月咱不租了。他肯定想不到。想不到才好，让他慢慢找下家去吧。林老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考虑好了，马主任，下个月房租我不交了。不交了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房子我不租了。林老板，你可想好了？你那店生意正好，换个地方客源可就断了。这个嘛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合同上写了提前1个月通知，今天5月16，我租到6月16，到时候准时交房。不租拉倒，我这房子还愁租不出去。3天后，我把3000块尾款交完，当天下午去房管所办了过户手续。回到家，我把房契交给素梅，素梅捧着那张纸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。国强，这上面写的啥？房屋所有权证，就是说这房子是咱家的了。消息传得很快，最先知道的是老丈人家，老两口专门从赵家洼赶过来，围着新房子里里外外看了3遍。老宅那边是美玲来报的喜事，老太太听完，坐在炕上半天没动。有这钱，给老宅翻修翻修多好。人家的钱，人家想咋花咋花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你去干啥？咱帮不了忙，少添乱吧。国强，咱什么时候搬？6月16交了房就搬，这几天我去那边看看，该修的修，该补的补，刷遍白墙，换个新招牌。新招牌叫啥？国强饭店吧。以后不光卖肉夹馍和卤味儿，炒菜、炖菜、包桌、办酒席，咱都干。我要让这镇上的人请客吃饭，头一个就想到咱家。国强，我以前总觉得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守着几亩地，拉扯大孩子，凑合过一辈子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日子还能这么过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以后还会更好的。我这辈子的想法，就是带着你们娘儿仨吃香喝辣，一辈子享福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新房那边，正好碰见隔壁杂货铺的老板老孙头。林老板，听说你把这房子买了？买了。有魄力，这房子位置好，以前老周开粮店的时候，生意可红火了。你买下来，好好拾掇，准能火。孙大爷，以后咱就是邻居了，多关照。对了，马德福那边听说你退了房，这2天正找人接盘呢。可你那小吃店生意那么好，谁接谁心里都打鼓。3间临街门面在晨光里静静矗立，虽然旧了点儿，但骨架结实，就像我这辈子从头来过一样，能站起来，而且站得比以前更稳。麦子入了仓，5亩水浇地就空下来了。往年收了麦子，顶多种点红薯、玉米，大半都荒着。我和素梅到地里转了一圈，这地肥着呢，就这么荒着，太可惜了。素梅，要不咱们种点菜好了？种菜？对，5亩地我打算分成4块，1块种萝卜白菜，1块种豆角黄瓜，1块种茄子辣椒，剩下1块种葱姜蒜。这些佐料咱家饭店以后用菜量大，自己种比买便宜，用不完的拉到集市上卖，也是一笔收入。这主意好，可是
咱俩忙得过来吗？不用咱亲自种。还记得上次帮忙的张老四和孙麻子吗？上次割麦子干得不错，我跟他们说了，1亩地1年给20块工钱，他们负责种管收，种子肥料咱出。5亩地1年工钱100块，加上种子肥料撑死200块，咱饭店1个月买菜都不止这个数。不光这个，素梅，到了秋冬，我还想弄个新东西。啥东西？蔬菜大棚，用竹竿和塑料布搭个棚子，里面生炉子，冬天也能种菜。外面下大雪，棚子里绿油油的。那时候整个镇上就咱有新鲜菜，你猜能卖多少钱？冬天也能种菜？当然能了。国强，你咋懂这么多？要让咱家过上好日子，我可不得多懂一点。菜先种露天的吧，大棚的事儿入了秋再筹备。明天我去找张老四和孙麻子把地的事儿定下来。对了，美玲下午来了，说明天美丽回娘家，顺便来咱家坐坐。林美丽，反正上回她出嫁的时候，我该说的都说了。二嫂，这是县城买的鸡蛋糕，给静静微微尝尝。美丽，在王家怎么样？王超对你好不好？挺好的，刚结婚那会儿，他天天围着我转，现在也还行。那就好，你二哥一直……二哥，你不用担心我，王超就是脾气急了点，但对我真不赖。上回还带我去县城买衣裳呢。我没担心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人是你要嫁的，过得好是你的本事，过不好也是你的事儿，我有啥可担心的？二哥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可是你亲妹妹。我说错了吗？出嫁前我拦过你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，现在你来跟我说王超对你好，想听我说啥？说我当初错了，说王超是个好人。行，我说王超是个好人，满意了。国强，你少说两句，美丽难得来一趟。素梅，你先招待着美丽吧，店里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美丽，你二哥就这脾气，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，二哥是怕我吃亏，可王超真不是他想的那样。你又喝酒了？跟厂里几个兄弟喝了2杯，男人的事儿你少管。就这炒白菜连个肉都没有，咱家这个月开销不小，得省着点花。我省，老子在外面累死累活挣钱，回家连口肉都吃不上。王超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咋了？啊，我说错了？你看看你，穿的老子的，吃的老子，还敢给老子甩脸子？王超，你自己的工资条好好看看，这个月工资42块，交到我手里的有多少？20块，你拿了22块都喝酒打牌了。你敢翻我东西？我是你媳妇儿，我看看工资条咋了？老子挣的钱想咋花咋花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是你媳妇儿，家里开销我得管。你算个屁！王超，你要是这样，我去找你爹妈评理。你去啊，你去告啊！你以为我爸妈向着你？你一个农村出来的，嫁到我们家是高攀，你还有脸告状？王超前妻就是被他打跑的。不会的，王超就是脾气急了点，不会真把我怎么样。林美丽不信邪，第2天还是去找了公婆。王主任听完，把王超叫回来，劈头盖脸骂了一顿。你个混账东西！美丽多好的媳妇儿，你还不知足？以后再让我知道你喝酒打牌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你满意了？是你自己不像话。你打我？打你咋了？让你告状，让你多嘴。林美丽，你收拾东西干啥？王超，你竟然敢动手打我！咱们才结婚多长时间？既然你不想好好跟我过日子，那我走。6月16交房的日子，我一大早就去了马德福那里。马主任，房子腾干净了，你验收吧。真不租了？不租了。你那新店？哦，在镇南头，3间门面，后院3间瓦房，自己的。前几天听说周老头房子卖出去了。没想到买家就是林国强，
3500说买就买了。嘿呀，当初要是不涨那20块房租就好了。搬家没用2天，志军借了辆板车，加上我家里的3轮车，几趟就把家当搬完了。后院3间瓦房，我挑了朝南的那间当卧房，墙刷了白灰，窗户换了新玻璃，炕也重新盘过。哭啥？以后这就是咱家了。我是高兴。爸，咱家院子好大。以后还能更大，等爸攒够了钱，给咱们家盖楼房。好，盖大楼。搬家的事儿安顿好，我又开始忙店面。3间临街门面打通了，能摆12张桌子。后厨砌了4个灶眼，2口大锅，2个小炒锅。卤味的锅单独放在后院，不占厨房的地方。招牌找人新做了一版。办好经营执照后，我在门口贴了张招工启事。当天下午就来了5、6个，我挑了2人，一个是王大柱，20出头，膀大腰圆，在家具厂扛过木头，有力气，负责传菜、打扫、搬东西，月薪30，管2顿饭。另一个是孙小丽，18、19岁，干净利索，嘴也甜，负责招呼客人、点菜、端茶倒水，月薪25，管2顿饭。赵志军正式升了帮厨，月薪45。三姐夫，钱是不是给太多了？多就好好干，以后你就是这店里的2把手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厨房归你管。开业前3天，我把菜单定下来，各类炒菜、面食、小吃、盖浇饭、酒水饮料应有尽有。定好后给素梅看了看，国强，这菜品会不会太多了？不多，请客吃饭的人要的就是排场，菜少了，人家觉得你家店不行。菜单之外，我又订了3个基础套餐。志军看着套餐价格，倒吸一口凉气。6元套餐4菜1汤2荤2素，8元套餐6菜1汤3荤3素，10元套餐8菜1汤4荤4素，包桌酒席10人起订，每桌10元到15元不等。三姐夫，10块钱一桌，有人订吗？放心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开业时间定在6月22，提前2天。我让志军蹬着3轮车满镇子发传单，传单是手写的，印了200份，全镇都轰动了。8折啤酒买1送1，这优惠力度镇上从没有过。到了开业这天，上午10点正式开门，门口已经排了10几号人。门一开，呼啦全涌进来。孙小丽端茶倒水，王大柱传菜跑堂，赵志军在后厨忙得满头大汗，我在后厨炒菜，4个灶眼轮着来。素梅坐镇柜台收钱，12张桌子翻了3遍台，到下午2点，准备的食材就已经卖了大半。老板，我老母亲过寿，想订6份10元一桌的套餐，这是10块定金。这才开业第1天就接了个大单。晚上10点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后，王大柱把门板上了。我坐在柜台前，素梅在对面，算着这一天的营业额。国强多少？ 362块5。刨去本钱工钱，纯利至少150块一天。我去，这才第1天，以后会更多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国强饭店就算是站住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生意的红火程度还在我的预料之上。月底盘账的时候，7月份营业26天，总流水5800多块，去掉本钱工钱税费，净利润2100块。这还没算供销社卤味柜台赚的钱。2100块一个月，钱是在这个年代，我累死累活1年也攒不下这个数，还不够。我将来还要在县城开店。妈，王超他又打我，往死里打我！我的闺女啊，那个天杀的王超，当初说的天花乱坠，这才几个月就动手了。当初是谁非要嫁的？老二当时苦口婆心的说了，你非说人家条件好。老二拦了又拦，你骂人家见不得妹妹好。老头子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闺女都被打成这样了。哼！老大老三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美丽是你们妹妹，现在让人欺负成这样，你们当哥的就这么干看着？妈，这事不好办啊。王超他爸是厂里的主任。就是，人家在镇上有人，咱们庄户人家拿什么跟人家斗？再说了，妈，当初美丽嫁人的时候，你不是满村子夸王家条件好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倒想起我们了。周桂芳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当初嫁的时候，美丽自己非要嫁，妈你也支持，老二劝了你们都不听。现在出事了来找我们，我们能咋办？去找王超打架，回头人家报警抓人，谁负责？美丽，你也是，嫁过去就好好过日子嘛，跟男人吵什么架？
你让着他点不就完了？三哥，他打我，你让我让着他。我就是说说，哎呀，这事儿明天再说吧，天都黑了。都是群没良心的。今天听到动静了，美丽回来了，好像被打得不轻。听说了。你不去看看？我去看什么？当初我拦也拦了，劝也劝了，他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现在出事了，老宅那边有爹妈，有大哥老三，轮不着我操心。可是，素梅，我不是冷血，但人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美丽是成年人了，自己选的路自己走。我要是什么事儿都管，什么事儿都兜底，她这辈子都不会长记性。林老板，你这店可真是越开越大了，我们单位以后请客就订你家了，哈哈哈！承蒙关照，来送您1碟花生米，下回多来。国强，今天流水估计能破400，400不算多，等名气打出去了，一天500、600都有可能。你倒是不知足。怎么知足？我还想着在县城开分店呢，到时候你当总店的老板娘，县城的店我亲自盯着。美丽，将就着吃点吧，家里也没啥好东西了。你多吃点，今天累了一天了。你也吃，咱家的日子以后天天都这样。又是糊糊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爸，明天我还想吃红烧肉。吃，天天吃都行。爸最好啦。你别惯着他，回头该挑食了。素梅，我这一辈子就一个念头。啥念头？让你们娘仨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穿什么穿什么，不受穷，不受气，不受人白眼。